这趟北海道生态远征，我们原本以为今天会是一集超可爱、超疗愈、超梦幻的小雪精灵特辑，结果我们在札幌圆山公园从早上一路找到中午，看到大阪啄木，看到茶富士，看到白家山雀，看到杂色山雀，也看到巨嘴鸭一家大小出来吃饭。白色身影是看了不少，只是我们最期待的那颗白色棉花球，今天好像刚好没有让我们遇到。但这一天其实不是失败，因为圆山公园给我们看的不是单一种目标鸟，而是一整个城市森林里很真实的冬日鸟况。所以这集不是单纯的雪精灵特辑，而是一趟从找鸟开始，一路走成圆山公园观察、札幌拉面、甜点补血，还有晚餐排队排到怀疑人生的一天。小雪精灵这回合虽然没有现身，但这趟北海道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拍摄野生动物时，请记得不逼迫、不喂食、不干扰。想要拍摄自然的奇迹，请务必保持最美的距离。不过，在正式进攻圆山公园之前，时间要先回到那天我们刚到札幌，先去神社求了一点玄学，又吃了一大碗汤咖喱补热量，吃太饱了。回到饭店之后，原本只是想休息一下，整理照片，查查隔天要去圆山公园的路线，顺便把今天拍到的素材备份起来。结果一连上饭店 WiFi， 我就突然想到，我们这趟出国其实每天都在用网络查资料、传照片、登录账号、订房买票，所以趁这个时间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出国我们有用到的一个工具 NordVPN。大家出国玩应该都跟我们一样，回到饭店第一件事就是连 WiFi 啊、传照片啊、看影片之类的吧。但大家知道，在饭店这种连 WiFi 非常的不安全吗？这种公共 WiFi 啊，骇客很容易可以窃取你的信用卡密码。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这个数位保镖 NordVPN， 可以保护你的个资不外泄。尤其像在国外刷卡啊、订房、买机票啊，有它在才安心。而且它还有一个超棒的功能，就是跨区。像有时候想在国外看台湾的串流影音啊，或是一些地区限定的运动赛事，只要用 NordVPN切换虚拟位置，1秒就能解锁，甚至有时候切换到其他国家买机票还会更便宜哦。还有我很喜欢的一点是，我跟波妞的手机、笔电还有 iPad 一人买全家宝 ，CP 值超高，连线速度也超快。购买优惠方案直接多送你4个月，还有30天试用期，不满意随时都可以取消退费，不用担心。平均下来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就可以保护全家的网络安全，真的超级划算。链接就在资讯栏，推荐大家一定要装哦。好，网络安全先顾好，接下来就要顾明天的运气了。因为我们这趟在札幌最想遇到的目标之一，就是传说中的小雪精灵。冬天整颗白白圆圆，看起来真的像一颗会飞的棉花球。但大家也知道，拍鸟这件事不是你想拍它就会出现。所以我们决定先来去周访神社买一个雪精灵玉手。虽然拍鸟不能靠玄学，但看到这个玉手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叫自己保持理性。所以我们就决定，技术归技术，运气就交给玉手啦。至少明天去圆山公园之前，心灵上先准备好了。在北海道找鸟有2个东西一定要满，第一个是相机电池要满，第二个是我们的血糖也要满。刚刚我们去完走访神社，现在来去吃汤咖喱，在附近而已。然后会去走访神社，是因为那边其实它很有名的是那个北长尾山雀的玉手，他们那边原本有3款，但是1款已经卖完了，只剩2款，所以我们就只好买了这2款这样子，超可爱的。大家有来札幌的话也可以去玩，不过我自己比较喜欢带广，不一样的感觉。来吃这家卡雷食堂新的汤咖喱。我原本以为汤咖喱听起来咖喱变成汤会不会味道比较淡，结果完全不是。它的汤很浓，而且超级下饭，是会让你一口汤一口饭停不下来的那种。这种汤咖喱很适合北海道，因为天气冷的时候吃一碗热热辣辣的东西，真的整个人都会重新开机。还有这杯细张哈密瓜的拉西，喝起来有点像哈密瓜味很浓的优酪乳，酸酸甜甜的，配辣咖喱刚刚好。所以今天的结论是，预售有了，热量满了，我们已经准备好明天去圆山公园寻找小雪精灵啦。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明天真正让我们印象最深的，不是那颗白色棉花球，而是一群超会加戏的小可爱们。
今天我们没有开车了，我们要去搭地铁，因为在札幌其实开车真的蛮不方便的。然后我们今天要去那什么公园？圆山公园。看地图看起来超级大，然后那边应该很多东西好拍，我们去看看吧。好多乌鸦哦。而且不得不说，进来札幌之后，我觉得真的比较不冷哎，你不觉得吗？对啊。对啊，就是进来札幌之后，我就里面一件衣服，然后披个外套，这样就 OK 了，完全不会冷。啊，我们今天有带有雪精灵。现在在大丰站，圆山公园站。漂亮。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式来到圆山公园，这里就在札幌市区旁边，但一走进去，整个感觉很不一样。有森林，有雪地，有很多大树。明明还在城市里，却很快能感觉到自己被自然包起来。这个公园有点酷哦，是我们这几天北海道下来最滑的地方。对啊。因为我才在想说，我们带冰爪来根本没有地方用。结果看来这个公园蛮适合的，虽然我懒得拿出来。你看都结冰了。最滑的公园。对啊，真的是最滑的公园。要走小碎步，太滑了。今天的目标很明确，希望可以遇到北长尾山雀。但很快我们就发现，圆山公园今天好像另外准备了一份演出名单给我们。第一个出现的是大斑啄木，这也不错啦，一进公园就有啄木鸟，应该算是一个蛮好的开局。它就在树干上敲敲打打，一边找食物一边移动。北海道的冬天，整个背景都很干净，鸟一出现在树干上，画面其实很漂亮。今天解锁了第一只鸟鸟啄木，继续走吧。茶富石北海带亚种白富石，昨天查的。这只我真的很喜欢，它完全不像其他小鸟规规矩矩的站在树枝上，它是直接在树干上跑酷。而且最猛的是，它可以头朝下，直接沿着树干往下冲，完全不把地心引力放在眼里。这种鸟拍起来其实很有趣，因为它的动作很多，节奏又快。只是你镜头一慢，它就已经从树上滑到另一边了。所以今天第二个解锁的是一只树干上的忍者。有松鸦的叫声啊，这只。哦。我们也没有拍过，应该在那边。被包围了。我们被包围了，好多鸟鸟。接着我们看到白颊山雀。在北海道雪地里看到这种小小一只的山雀，真的很容易让人瞬间兴奋，因为你会想说，是不是它？结果镜头一拉近，不是，这是白颊山雀。这时候我们开始进入一种状态，只要树枝上有小鸟影子，心脏就会先跳一下，然后下一秒发现不是，又默默把心放回去。这边已经拍到好多只了，啄木，然后茶富石、白颊山雀，还有各式各样有的没的小鸟。走吧，这里鸟叫声很丰富，但是还是没有看到我们想要找的目标。但刚才有看到那个杂色山雀，我没拍到，好可惜。继续走。这个好像结冰嘞。对啊。
这里鸽子长跟台湾的不一样，好好笑。这个过程在圆山公园大概重复了很多次，但也因为这样，我们才慢慢发现，这里不是只有一种主角，而是每隔一小段路就会有不同的小可爱跑出来。我们继续往里面走，茶富狮又出现了，白颊山雀又出现了，大斑啄木也又出现了。这边还有各种鸭，不对，好像都是绿头鸭。我们带着北长尾山雀这个目标进来，但一路上遇到的却是啄木鸟、各种其他山雀，还有茶夫狮。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方式，也让这个早上慢慢变成一场比较放松的森林观察。茶富狮的警铃响了。太逆光了。刚刚遇到一个爷爷，看起来很专业，他穿雨鞋，然后也是拿一根手持的，应该是663的炮吧。然后我就想说，应该跟着走就可以找到鸟了。结果他蹭，就消失在前面的密林里，我找不到他。我不过就回头看了一下波妞在干嘛。所以今天的第二阶段玄学也宣告失败，御手没有发动，大炮爷爷也跟丢了，我们只能回到最原始的方法，自己走，自己找，自己弄。但老实说，这也是拍鸟很好玩的地方。有时候你会相信路线，有时候你会相信资料，有时候你会相信一位路过的大炮爷爷。后来我们又拍到了杂色山雀，还有褐头山雀。然后因为主干道太多人了，所以我们往旁边林子转进来，结果这里鸟超多。刚刚没拍到的杂色山雀我已经拍到了，然后还有看到一个好像是它的巢，它的小窝又被我们发现。对，不小心又发现了它的小窝。继续找。有没有？尤其褐头山雀，小小一颗，毛茸茸的，远远看到的时候，真的让人瞬间精神一振。它不是雪白的糯米团子，比较像巧克力口味的小馒头，但也因为这些小插曲，这段路才变得这么好玩。观鸟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原本在找一种鸟，结果沿路跑出来的每一种都在提醒你，森林里不会只有你想看到的那一个画面。不是，哥，你剪个手套干嘛？谁的手套被乌鸦偷走了？接着，我们还拍到了小型头啄木。这天圆山公园给我们的鸟种真的不少。如果不要一直盯着原本的目标，其实这个早上已经很丰富了。只是拍鸟人嘛，心里总是会有一个今天最想看到的画面，所以我们还是边走边看，想说会不会下一棵树、下一个转角，突然就有那颗白色棉花球跳出来。它在折树枝哎。在装修他家里。哎呀，他把多余的那个折掉。
今天的鸟感觉拍的差不多了。Merlin 有辨识到的，我几乎都有拍到了，所以我跟波妞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决定去吃冰。刚刚看到那边好多人在吃冰，好可爱松鼠，等一下。功夫松鼠。走到后面，这天印象让我最深刻的反而是巨嘴鸭。它一开始在旁边处理核桃，那个熟练程度，一看就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吃饭。后来还有一只飞到超级近，近到我有一点不知道，到底是我在观察它，还是它在观察我。巨嘴鸭的眼神真的很聪明，它不是那种傻傻站在那边的鸟。它看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脑袋里真的有在想事情，而且很可能想的比你还要多哟。接着，这天圆山公园我最喜欢的画面出现了。我们拍到巨嘴鸭喂宝宝，不过那个宝宝怎么看都已经是很大的大宝宝了，大到感觉可以自己去便利商店买便当的那种。结果他还是在那边张嘴等爸爸妈妈喂，而且叫得非常的理直气壮。这个画面真的很有趣，原来鸟界也有妈宝啊！但如果认真讲，这其实也是很珍贵的行为画面呢。对啊，他刚妈妈喂他吃土，这个月没赚钱。因为你可以看到，即使是很聪明、看起来很独立的巨嘴鸭，在育雏或照顾幼鸟的阶段，青鸟还是要不断提供食物。只是这只小巨嘴的汉草真的很容易让人忘记，它还是个孩子。最后，它还站在逆光里给我们一张很帅气的收尾照。拍完鸟后，我们决定在北海道神宫茶屋用甜食修补一下身体跟心灵。在北海道就是要吃冰啊！你看冰这样都不会融化，超爽的。首先是这支冰淇淋，这个真的超级好吃，奶味超浓，口感也很顺。还有旁边这个，它不是我以为的热压麻薯煎饼，这很特别。我原本以为我会不喜欢吃，因为我其实不喜欢吃煎饼，但它里面包的像麻糬一样的东西，很好吃的。你想干嘛？走吧。这是我带来作弊的。嘿嘿，确保有拍到。确保。我们要去吃拉面，肚子饿了。这一趟是我的拉面之旅。吃完神宫茶屋之后，我们没有马上离开圆山这一区，而是去了附近一间我这趟北海道非常喜欢的拉面店。这间店就在圆山公园附近，外观看起来超级低调。它不是那种味道很厚重、超浓郁的类型，而是比较细致、比较有层次，汤头喝起来很干净。这一间我觉得很好吃这间很推。它跟上次我们在鹤见村吃的那间不一样，是鹤见村那一间的味道比较奔放狂野一点，就是它更香。但是这一间的味道我觉得是比较精致的，就是它都很好吃，但是它是不一样的感觉。如果喜欢吃那种，像波妞应该比较喜欢吃这间吧？我比较喜欢吃鹤见村那间，那两家我们两个一致认为都超好吃的。下午我们决定换个方向，既然野外的小雪精灵没遇到，那至少甜点版的小雪精灵总该看得到吧。我们搭地铁来到了南乡七丁目站，吃那个什么夜爬费啊？不是夜爬费，日爬费。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奇，奇怪我们怎么来札幌了？结果跑到一个好像又不是市区的地方了。因为其实我跟波妞比起那种人很多的地方，我们在这种比较少人的地方比较自在。
对，社恐。然后波妞不喜欢找那种特别有名的店，她就是喜欢找那种，哪一种啊？你自己介绍一下。人少一点的地方。对，就人少一点，然后可能就是比较隐藏版的小店这样子。所以我们这趟下来啊，大家看我们吃的都不是那种，也不一定啊，有些可能比较有名，反正就是我们都会试试看。但是我们自己还是比较偏好于找宝藏店。于是我们来到一家餐厅，点了这杯雪精灵造型的巴菲。是为了吃这个咖啡来的，还挺可爱的，嘿嘿。这是波妞行程。对。不得不说，它一端上来真的很可爱，白白圆圆的造型确实有抓到雪精灵那种感觉。只能说这天下午的甜点回合，视觉效果很可爱，味道就比较看个人口味咯。到了晚上，我们决定用一碗热腾腾的拉面替今天的札幌行程收尾。这家是札幌很有名的信泉拉面，我们点的是人气很高的信州拉面，也就是好像是浓味噌吧。汤头浓郁，面条也很有嚼劲，吃起来是好吃的。走吧。刚吃的一家拉面，排队现在还在排。然后我们刚排了多久？1个多小时吧。这间信泉拉面在札幌。然后我觉得好吃是好吃，但是如果排队时间是在20分钟以内，我会愿意的。排1个多小时，我觉得有一点久。其实我不知道日本拉面是不是有一个规则，就是大家点了一定要把它吃光。我们今天中午有看到那个墙壁上有写，那个吃东西不能剩下，对吧？它是这样写吗？对，就是你吃东西不能剩下。然后我原本以为可能就只是那家店而已。然后很酷的是晚上我们去吃拉面。隔壁的人没吃完，店员不帮他结账。然后后来，因为隔壁那个好像是外国人，就是也不是讲中文，我不知道哪里人，就是他还跟店员道歉说他不知道日本这边的文化。我还好我都吃光光。我们还不够吃呢。1个多小时，有没有超饿的？但是也是好吃的啦，对啊。对，我也觉得是好吃的。它是好吃的，这不得不说。这一趟北海道吃拉面下来，我对北海道拉面的评价蛮高的，就是因为像我去过东京、去过京都，也都吃过一些拉面，但是我目前之下，我觉得北海道的拉面平均的口味最合我的口味啦，对啊，蛮酷的。而且连波妞平常其实他不太吃拉面的人都觉得，你应该觉得，你觉得怎么样？你自己讲。还不错，但是先这样子就好。那我们吃了5家，有点多，我觉得。今天在圆山公园，我们没有遇到小雪精灵，但我们还是拍到了很多小可爱，还有难得一见的画面，还吃到了汤咖喱，还吃到了拉面，还吃到了冰淇淋，还吃到了烤麸饼，还有雪精灵巴菲，还有排到怀疑人生的信泉拉面。这一天不是我们原本期待的样子。但它还是很北海道，很真实，也很难忘，而且故事也不会停在这里。下一站我们要前进道东的春国代，这次在圆山公园没有找到的小雪精灵，我们真的在那里等到了哟。所以这集先看我们怎么在札幌把一场没有照剧本走的生态远征变成一段很有味道的旅程。下一集小雪精灵真的要登场了，我是波爸，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咯，拜拜。我们开了一个 LINE 的社群，波爸的装备袋，里面有最真实的器材实测、配置建议，还有我私房拍摄的心得。如果你也是装备控，或者对生态摄影有兴趣，欢迎加入我的新天地，一起交流讨论哟。未来如果有团购或是各种优惠资讯，我也会第一时间分享在里面哦。连结就在资讯栏，让我们在那里继续聊摄影、聊鸟鸟、聊装备吧。我们社群见。